敖乙禁不住压低声音：长寿兄，你可否透个底，这海神神教到底是……李长寿顿时摇头，指了指上面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嘴，又指了指地下。敖乙似懂非懂，恍恍惚惚，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。果然是如我想的那般，长寿兄只是被推到台前之人，是人教高手在收集香火功德。李长寿又笑了笑，叹道：唉，刚才的那些神使给龙宫仙兵造成了些许损伤，我心底也着实过意不去。敖乙一愣，随之又想到了什么。不只是人教高手，背后还有巫族算计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全是你自己想。敖乙顿时笑道：放心，这不过是小事，我稍后叮嘱他们一句便是了。敖乙仰头看着身旁的李长寿，心底一阵感慨。长寿兄刚才问我可知龙族之困，长寿兄又知道多少？唉，外无尽忧，却有捕获。醉生梦死，海眼难撑。义兄，我大概都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是只靠你一个人，很难扭转这个局面。李长寿话语一顿，暗中观察着敖乙的眼神。刚才他用了一系列的忽悠手法，比如故意留白、有所暗指、任你遐想、步步入套等等。但是忽悠的最高境界却是自己不开口，而是让对方主动提出自己想要的那个请求，如此便可以因果转嫁。说不定到最后，敖乙还会对我感激涕零，说一句谢长寿兄提点。谢长寿兄提点。山林边缘，头顶犄角，少年身形的敖乙对李长寿深深地做了一个道义。他刚刚违背了自己做龙的原则，对长寿兄提出了如此过分的请求。这虽然是合则两利之事，但确实是自己有非分之想，让长寿兄为了难。长寿兄苦于人教道成太少，且追求清净无为的名声，南海神教之事只能秘密进行，还要严守秘密。虽然长寿兄没有直接明说，但这么明显的事，他敖乙又不是愚笨之龙，如何猜测不到？如今南海海神教已经开始起事，有巫人作为神使，有宣扬教化意义深刻的教义，也有人教高手作为后盾。那充沛的香火功德是敖乙亲眼所见，绝对做不得假。龙族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功德。那遥远的远古时代，龙凤两族因为打碎了洪荒，惹来了无边的业障。凤族直接凋零，镇压不死火山；龙族繁衍能力较强，用了无数宝物镇压族运，用无数族人的身躯去填补当时暴动的天地九巫泉，这才勉强得存。上古时期，龙族暗中与尚未壮大的人族结下善缘，成为了一些部族的图腾，由此偷偷摸摸地积攒了一些功德，这才让龙族的境况缓解了许多。所以功德有多重要，业障有多可怕，龙族的领悟是无比深刻的。烧钱的时候虽然很难启齿，但敖乙还是说出了那句：长寿兄，我可否来南海神教帮些忙，做个护法，也赚些功德护身？实际上敖乙是想凭自己给龙族拉些许功德罢了。让敖乙有些意外的是，李长寿很快就答应了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李长寿答应的有些勉强。敖乙心里也理解，毕竟李长寿不是真正的主事者，只是被推出来的代理人。李长寿应当是看中二人的交情，才会勉强答应自己，让自己半个月后来安水城听信。刚好
自己这半个月回东海龙宫去寻自己的父王，与父王好生交流一番。谋事在龙，成事在天。敖乙现在心底充满了干劲儿，说了一句感谢的话语，又对李长寿再三做道揖。李长寿连连回礼，又沉吟几声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少许担忧。很快，敖乙当面立下大道誓言，念感念咒，发誓绝对不将李长寿和南海海神教的联系告诉第三灵知晓。如此，李长寿心底也算是稍微松了一口气，而敖乙的心底一阵感慨。这朋友，我敖乙交定了。目送着小龙驾云飞速离开，李长寿轻轻摇头。以后对这个二教主好一些吧。既然入了咱南海神教，岂能让你只是单单做一个护法啊？李长寿早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直接将敖乙立为南海神教二教主，监护教青龙大护法。稍后整顿好教务，收拾好那些神使，他会在每尊自己的神像旁再加一座二教主的神像，将南海神教的香火功德直接分2成给龙族。如果不是天道已经认下了他这个南海海神，除非毁教，否则无法更换教主。李长寿都想效仿古时候人族先贤，将南海神教的教主之位让给自家人教的哪位高人。这些香火功德还是不能平白的便宜龙族。施展土遁，李长寿开始继续忙碌起来。最关键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接下来就要看龙族那边的反应。这次事件算什么呢？本来是前来毁掉海神教的海神本尊，计划被接二连三的打断，自身也因为多方势力的掺和陷入了曝光的危机中。李长寿不是没考虑过，自己南海海神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渡仙门人教会有哪般反应，自己能否抱紧人教高手的大腿，借此抵御西方教高手的算计。但他不断的推演，最后的结论都是死路一条。莫说圣人之威，比如那定投7剑书，开坛做法就能将大罗金仙隔空咒死。关键时刻，李长寿直接逆转思维，寻求绝处逢生，将本来是对自己有害的因素转化成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，主动接受南海海神利用自己人教弟子的身份以及对敖乙的了解，拉龙族下水，而后将龙族当作挡箭牌，承受今后西方教施加的压力，吸引各方的注意力。且李长寿接下来会整顿海神教内务，修补教义细节，完善神使管理结构，加强教内的自我监察，同时让龙族成为最好的显圣工具，也让龙族出面护卫教众，避免教众之间的流血斗争。这样就解决了自己这次南海之行的根本目的，避免招惹业障。他给龙族的报酬就是敖乙拿走的2成香火功德，李长寿怎么算都是不亏。龙族现在最缺的就是功德与气运，李长寿料定敖乙这一次回东海龙宫之后，虽然会有些波折，但还是会按时回返，而且有很大的概率敖乙会带来龙族的高手驻扎在南海的边缘。自己只需要再做3件事，就可以抽身而回，让南海神教自行运转。第一件事就是用迷药收拾服帖熊寨的神使。第二，想办法给自己的众多神像遮掩面容。第三，限制南海海神教发展，让他们只能沿海一定范围内传道，不去触碰道门的利益。这算是李长寿主动谋划的第1件大事。其实也说不上主动，实在是被这些家伙逼到了悬崖边上，一发狠只能够冒险反击了。做最坏的打算，修最多的细节。李长寿的指导人赶往熊寨，
利用自己此时能通过神像唯一做到的事——托梦，再配合迷药在熊寨之中不断的显圣，把这些8成都是近亲婚配的铁憨憨彻底变成海神的信徒。巫族有高手会追究，又如何追究？海神教神使改善了这些巫人的生活，让他们也得到了好处。更何况这个海神教本来就是这些巫人立起来的，李长寿本来就是受害者。半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，李长寿在南海边陲可劲儿了折腾，甚至因为指道人仙力消耗太多，又暗中送了一批指道人过来。他费尽心力，全局谋划，力图消灭任何疏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半个月的时间，1700座神像已经大半被遮掩起了面容，新的神像会将面容故意模糊一些。神教最初时确实是需要清晰的面容，如此才能定下香火功德的去向。但是南海神教发展到此时，已是不必再显露真容了。敖乙也没有让李长寿失望。最初敖乙是带了300仙教兵回来的，还有几位天仙境高手，但是李长寿暗中命熊寨神使聚集教众，再次显圣，宣布敖乙为2教主兼青龙大护法。敖乙也有些发懵，事后李长寿与敖乙言说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理由。这个理由就是南海偏远，李长寿平日顾及不到，龙族呢可能要多费些心了，所以给敖乙多分一些功德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敖乙也不好推辞，用传信符再次喊人。龙族对此事也是有所怀疑，但是他们族内高手轮流出手，推算有关南海海神教教主的根脚，得出来的都是查无此人。而偏偏敖乙立誓说他与南海神教教主直接交流，这必然是某位高人啊，顺便还坐实了南海海神教的人教底细。于是东海龙宫派来了6位高手，1000仙教兵常驻南海边缘。南海龙宫的兵力也可以随时调派，因为敖乙要回金鳌岛修行，不能留在俗世太久。敖乙得到了李长寿的允许，将几位龙族高手安排为南海海神教的真龙护法，顺便也能赚少许的香火功德。这几个护法平日里会巡视各处，护卫沿海疆域的海神教教众。敖乙则是干劲儿十足，不断地规划海神教接下来的传道步骤，争取30年发展壮大，300年遍布南海边缘。关于熊寨，李长寿和敖乙也详细的谈过，叮嘱过敖乙不必与熊寨牵扯过深。敖乙此时对李长寿不能说言听计从，却也是十分的感激和信任。他也已经不叫长寿兄了，而是改口教主哥哥，无他，这样显得亲近。李长寿对此保留随时吐槽权，并庆幸自己只是教主哥哥，而不是玉帝哥哥。虽说他已经能够从此地脱身，但是李长寿又怎么会真的放心呢？李长寿暗中不断的折腾。3个月后，大部分指道人耗尽仙力，被李长寿就地销毁。他留了2只指道人在南海边缘，以作应变之用。至此，李长寿的基本设想也算是圆满达成了，功德他拿，锅给龙背。而且呢，还是龙族主动提出来的加入神教，欠下了他一个因果，日后这也是要龙族偿还的。当然了，李长寿也不会做这种事，合作共赢罢了。南海神教也步上了正轨，教内敛财风气被制止，熊寨神使也算是有了海神的证明。因真龙不断的显化，护持教众的数量每日都在迅猛激增，但是李长寿还是不能完全放心，依然细细谋划了几个月，推演可能会出现的问题，并且做好应变的准备。半年后，
李长寿总算是从地下密室中出来了，决定去告诉师父和师妹，问题已经暂时解决，不必太过提心吊胆。然而他刚见到灵娥，就把灵娥给吓了一跳。师兄你怎么了？怎的憔悴成了这样？草屋中，灵娥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，起身迎接，忧心忡忡地看着李长寿那有些发虚的面容。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忙了大半年的事，推演了这么久的天地大事，心力憔悴罢了。毕竟这都涉及到了圣人大罗金仙这般的存在了。李长寿打了个哈欠，手中捏着2只纸人，飘到师妹的床边，翻身躺了下去。为兄在这里睡一阵，恢复精神，劳烦师妹为我护法，稍后告诉师父一声，就说暂时已经没有事了，让他不必担心。言罢，他闭目休息，依然留了一部分心神活跃，潜意识里也在警惕。灵娥轻轻眨了眨眼，师兄他主动上了我的床榻，事情解决就好了。师兄你躺好些。灵娥轻声道了句，慢慢走向前，抬手将师兄悬在床榻外的双腿搬了进去，低头注视着李长寿那疲倦的面容。灵娥抿了抿嘴角，眼中带着少许怜惜。但是怜惜归怜惜，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怎么能放过呢？灵娥的小舌头舔了舔嘴唇，既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蹑手蹑脚的去了屏风之后，找出此前那一套轻薄的纱裙换上，雪白肌肤若隐若现。他当然不敢对师兄直接做什么，但是趁着师兄睡着，在他身旁躲起来，然后暗中提醒师父过来撞破这一幕，这不就……只要我求师父做主，我跟师兄的婚事那不就成？这个计划他早已经想好了，只是师兄一直没有露出破绽，